千年皇上为了能够化龙升仙，竟深夜托梦要求与我爷爷做一笔交易。他让爷爷利用风水秘法去伪造大量的龙气注入他体内，再用祖上传下来的神识为他锻造出一身坚不可摧的龙鳞，以及一对蕴含着仙气的龙角，以此来帮他骗过天道，助他化龙升仙。此事若真的能成，他就会在我出生之时降下祥瑞，送我一场天大的造化。爷爷听完后也决定赌上一把，随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一开始家里人都以为这只是爷爷编的一个故事，可直到10年后，也就是我娘生产当天，一条巨大的真龙虚影真的从我家祖宅之下冲天而起。爷爷见状兴奋不已，心中隐隐期盼着神龙会许我怎样的造化。可没成想，就在那条神龙离开之后，立马就下起了百年一遇的超级大暴雨，村里人全都躲到了高坡之中，只有我们家因为我妈难产被困住。此时全家人都急得焦头烂额，可唯独爷爷却是一声不吭，独自站在门前，目光死死地凝视着远方，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我妈嗓子都喊哑了，可却依旧没见我露头，就连接生婆也断定这必然是个死胎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撕破天际，伴随着一道惊雷声，我终于出生了。然而全家人都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大门突然砰的一声就被撞开了，一口漆黑的棺材被江水冲了进来，就这么静悄悄地横在院子里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冷汗直流，可唯独爷爷却是哈哈大笑。他说这是水棺送妻，将来我必定是个大富大贵之人。随后便将那口棺材拖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时间一晃，我5岁了，正好那年爹妈打算要2胎，便让我去爷爷那里睡。直到这时我才知道，爷爷每天都会供奉着那口棺材。更离谱的是，后来他竟用一根棒棒糖哄着我，顶了一块红布与那口棺材拜堂成亲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会拿着一本老书教我里面的风水秘术，这一教就是10多年。在我18岁那年，爷爷终于是要不行了。弥留人间的最后那几天里，他经常一个人待在屋里，嘴里呢喃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感觉就像是在和某个人说话。可房间里除了那口棺材之外，哪还有别人？直到最后一天，爷爷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于是便把我叫到身边，交代了我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在他死后一定要用屋里的这口棺材下葬，还说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抢这口棺材，让我一定要帮他守住了。第2件事就是让我好好对我媳妇，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她。闻言我就是一愣，心说谁会闲着没事来抢这口破棺材呢？至于第2件事，我就更想不明白了。我一个单身了18年的小伙子，哪来的媳妇？可就当我想问个明白时，爷爷却已经咽了气。我爹孝顺了一辈子，听我说了爷爷的遗愿后，他立马就同意了。于是他和小叔一起合力撬开了那口棺材。然而就当棺材打开时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因为那里面居然躺着一具栩栩如生的女尸，尸身不仅没有腐烂的迹象，还十分的漂亮。我仅是看了一眼，差点就压不住枪了，心说我这辈子要能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少活10年都值得。然而还不等我多想，那棺材里就飘出一股奇特的香味，不一会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这种味道。见状我的脸色骤然一变，这是传说中的尸香，我曾经在爷爷的那本老书里看到过，尸香百里，妖珍鬼夺千尸败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将爷爷交代的2件事串联在一起，看来这第2件事才是最为棘手。此时我看着那些被香味吸引过来的村民们，心里乱成了一团。事到如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把火将这具女尸烧掉，可直觉告诉我还是应该听从爷爷的遗言，而且我听他说过，这尸香也就是丹香，也就是说这具女尸体内已经炼出了内丹，恐怕大有来头，烧不得。此刻全家人看着这具女尸都焦急的不行，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提议把女尸搬到老宅里去。我们家的老宅位于山腰，远离村子，到时候我来负责收拾这女尸。爸妈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，随即遣散了围观的村民。我则是用一块黑布包着女尸，把她背到了老宅里。老宅因常年不住人，显得十分的破旧，但勉强能够遮风避雨。随即我便找了个房间，将女尸放在床上。可能是一路上吹了风的缘故，到了这里尸香已经散了很多。我放下女尸后就准备回去，毕竟爷爷还没有下葬。可看着那简陋的床铺，我又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便从柜子里找了块干净的被单。铺换的时候，由于女尸没有地方放，我只好用手把她托起来，然后将被单从她身下穿过去。折腾下来难免会有些肢体上的接触，可当我和她面对面的时候，心头不由得一怔，倒不是生出什么邪念，而是有一种感觉，在那黑布之下，她的眼睛似乎是睁着的。想到这，我心头一颤，心说这大白天不可能诈尸吧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将黑布揭开。即便是第2次揭，但我依旧被她的美貌给震撼，不施粉黛却美得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，薄薄的嘴唇微微上翘，带着几分诡谲的笑容，我大气都不敢喘，直到露出她一双紧闭的眼睛时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然而盖上黑布后，那种感觉又回来了，真是太邪门了。我心里发毛的紧，一心只想着弄好了赶紧回去，先把爷爷葬了再说。可就当我走到门口时，忽听身后响起啪嗒一声，这动静差点给我吓软了。我猛地转过身，就看见床边落了一本古书，似乎是从女尸身上掉下来的。也就是我回头的瞬间，我感觉黑布下面女尸的头偏了过来，面朝着我。见状，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快步走到床边，捡起地上的书，也不敢多看，塞回她腰下，然后转头就走。锁上门后，我抽了抽鼻子，发现尸香淡了不少，应该是我刚刚在床边撒的那些草木灰起了作用。这山里的风这么大，估摸着用不了多久，这股味道就会被吹散。要是吹不散，谁爱要谁就把它拿走。这也是我把它搬到这里的原因。随后我便回到家里操办起了爷爷的后事。葬礼出奇的平静，爷爷也是如愿以偿的装进那口棺材里入了土。看着亲朋渐渐散去，我则又惦记起了那具女尸。到了半夜，我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，于是便悄悄带上爷爷留下的金钱剑和桃木剑去了老宅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就瞥见了下山的小道上来了一群人，看这势头明显是直奔我家老宅去的。见状，我急忙猫下身在草丛里躲起来。不一会，那一行人就来到了老宅门口。当我看清他们的模样时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这哪是什么人，分明是一群面容僵硬、花花绿绿的纸人。确认了这不是扣死普类社团团建后，我连忙从背包之中抽出几张破煞符，别的不说，就收拾这几个纸人还是不在话下。可等那些纸人靠近一些后，
后，我才发现他们竟还抬着一顶红色轿子。下一秒就见一只黄鼠狼从上面跳了下来。这只黄鼠狼看上去人模人样的，穿着一身小西服，胸前还挎着一朵小红花，俨然一副喜庆的打扮。看到这，我心里也明白了，这畜生明显是冲着女尸来的，意图不明而喻。看着他那激动的夹紧双腿，我便气不打一处来。只见那黄鼠狼挺直腰板，整了整西服上的红色领带，这才口吐人言道：“亲爱的娘子，夫君我来接你回山了。”看到他会说人话，我属实被吓了一跳。看来这黄皮子有点道行啊，心说我若是现在冲上去，能打得过他吗？我这一犹豫，那黄皮子就迈着迫不及待的步伐走到了老宅门口。看着他嘚瑟的样子，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女尸的模样。这畜生可不会管是死是活，落到他手里那肯定是要被糟蹋的。想到这，我怒从心起，直接抄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。那畜生刚准备进门，脑袋正好就挨了一下，被砸得翻了一个跟斗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不过很快他就爬了起来，一双小眼睛在月光下冒着愤怒的绿光。他回头扫视着身后，怒吼一声：“什么人敢偷袭你黄爷？”丢完石头，我立马就趴回了草丛里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此刻的我心中有些后悔，心说惹了这畜生以后会不会遭报复。然而就在我懊悔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脖子上痒嗖嗖的，像是有一把小毛刷在上面挠来挠去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就见那畜生趴在我上方的田埂上，伸着一只爪子在我脖子上划来划去。我勒个洞！我几乎是本能反应，抽出腰间那把桃木剑就朝着那畜生砍去。在我的全力挥动下，那桃木剑顿时散发出一阵金光。黄皮子见状猛然一惊，赶忙往后一跳，这才堪堪躲过这一击。我丝毫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冲上去一记鞭腿就朝他脑门抽去。这回他躲避不及，直接被我踹飞了7、8米，在地上翻滚了几个轱辘才爬了起来。只见他瞪着一双绿豆眼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小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方圆百里谁不认识我黄毛？敢坏我的好事，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面对气势汹汹的黄皮子，我也是来了脾气，心说我一个大活人还能怕了你一个畜生不成？我二话不说，举起手中桃木剑追上去就是一顿乱砍。黄毛见我如此勇猛，顿时就怂了。就见他身子一转，撅起屁股，一股黄烟就从他那屁股里喷了出来。我是属实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操作，猝不及防之下被他那一阵老屁轰到了脸上，刹那间熏得我眼泪哗哗一阵干呕。黄毛趁机上蹿下跳的跑到了更高的地方，他回过头来愤愤不平的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死定了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”我说的。此时我被他那一阵老屁熏得头晕目眩，等到缓过神来时，那黄毛就已经跑进了江口后面的10万大山里。看着月下的群山，我没敢去追。大江东去，那里有躺不尽的死人和棺材，那10万大山里隐藏着太多的诡秘，不然也不会冲来一口棺材进我家院里。稍微缓过劲后，我推开了房门，看到女尸还在，我这才放下心来，骂了句：“你这个祸害，差点让我被那黄皮子熏死。”为了防止对方卷土重来，我干脆就躺在了女尸旁边，毕竟这屋里最干净的就是这张床了。人虽然是躺着了，可心中依旧还在胡思乱想着。不知不觉间，屋内的尸香又变浓了，我仅是吸入了一些，那香味竟渐渐形成一股热流，不断的散到我的四肢百骸。我瞬间就察觉有些不对劲，刚想要翻身起来时，却惊骇的发现身体已经不能动弹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眼皮子也是重的抬都抬不起来。而且随着尸香越来越浓，我开始变得有些口干舌燥，浑身上下都开始燥热了起来，小腹处像是有一把火在烧。在我意识迷离之际，便觉一双纤细修长的手探进了我的衣服里。我靠，这什么情况？此刻的我胆子再大也开始怕了，心里那叫一个后悔啊！自己干什么不好，非要跟他躺在一起，这祸害万一要诈尸了，准得把我吸成人干。正所谓怕啥来啥，我才这样想，就感觉有一张脸往我脖子那凑了过来，一瞬间我全身紧绷，鸡皮疙瘩那是一层一层的往外冒了。正当我惊恐的时候，嘴巴上就被一个冰冷柔软的东西覆盖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咬脖子吸血，难道咬嘴了吗？我有些不解，不过这凉冰冰的感觉是真不错，可惜只有短短的几秒钟，那冰凉的嘴唇就离开了我的嘴巴。窸窸窣窣声中，那女士好像又躺了回去。她不咬我是因为我俩拜过天地吗？难道她也会想男人吗？我胡思乱想着，脑子里越来越沉，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猛地惊醒，深吸了几口气，第一时间转头朝女士看去，见她依旧躺在床上，似乎从未动过。我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，原来只是个梦。可当我下床的时候，便察觉到了她确实是动了，因为她的身体明显往外面挪了一点，离我远远的感觉是在嫌弃我。难道是因为昨晚我被黄鼠狼的屁崩到身上的缘故吗？见状，我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，看来这货还真不是死人。想起昨天背他上山的时候，他四肢都很软，的确不像死尸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觉得很有必要确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心跳。随即我抬手朝他胸口探去，隔着衣服他身体有些冰凉，但很柔软。1个小时后确定他的确是没有心跳，我这才意犹未尽的将手抽了出来，手上全是奶香味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上火辣辣的烧，感觉像是做了坏事也不敢再逗留。临走前我还将他身下的那本古书带走了。从老屋出来后，总觉得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有些心虚，老感觉身后有人在盯着我看。然而走了2步后，我才发现不对劲，是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，那是一只小黄皮子在尾随我。我假装没看见，径直回到了家中，随即便掏出那本古书，打算看看里面写的是啥玩意。可刚翻开第1页，就让我大吃一惊，这本书居然就是爷爷手里那本的下卷。震惊过后就是深深的困惑，难道说爷爷和那口棺材有联系，还是说这本书是爷爷藏进去的？但把整本书看了一遍后，我就断定他不可能把这本书藏起来，因为这下卷里讲的是一种炼气的法门，体内只要有这股气，那上卷里的东西才能发挥出作用。爷爷这一生都是半吊子风水师，正是因为体内缺了这股气，以他对上卷的痴迷程度，若是手里有下卷，根本就不可能藏起来。难不
成爷爷曾经进过10万大山，之前就碰到过女尸，又或者是女尸的族人，才从他们手里得到了上卷。可惜爷爷已经死了，再也得不到答案。我又细看了一遍下卷，可惜里面的东西讲的晦涩难懂，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琢磨清楚里面讲的东西。在家吃过午饭后，我偷偷跑到鸡圈里抓了一只大公鸡，随后又摸回了老宅。一路上依旧有一只黄皮子跟着我，拎了拎手里的大公鸡，心里暗自得意。都说天底下没有不偷腥的男人，同样也没有不偷鸡的黄鼠狼。回到老宅后，我又在院子里宰了那条大公鸡，故意把血撒了一院子，闻见鸡血的味道，远处监视我的黄皮子眼睛都在冒光。不过我可不想只抓一个小的，而是打算一网打尽，否则打蛇不死后患无穷。随后我又来到了女尸床前，设下了几个套扣陷阱。这种扣子很简单，但用来勒小动物那是一套一个准。待到天色一黑，我将炖好的鸡分成了好几块，在每个扣子陷阱前都放上一块。然而等到晚上9点左右，黄皮子都没见有动静，难道是那黄毛怕了？心里这样一想，我有些得意，看向床上躺着的女尸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楚她是死是活。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看看有没有心跳，于是乎我又把手伸了进去。这一次不确定下来，我绝不罢手。然而没一会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急忙把手抽了出来，警惕地看着门口。过了1分钟都没动静，我才问了一声谁，门外没有回应。我小心翼翼地抽出腰间的金钱剑，然后缓缓打开了房门，可门外却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都不见。我刚想把门关上，可低头就看见门口散着7、8颗金豆子。我靠，这里居然有黄金，这可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不过我稳了一手没有去捡。我知道山中的精怪不仅记恩也记仇，黄皮子更是如此。他们常年在山里打洞，碰巧摸进山中古墓，遇到值钱的东西就会藏起来，报恩的时候会用，报仇的时候也会用。我现在要是捡了就中了他的蛊惑之术，所以我没有理会，而是把炖熟的鸡腿拿了出来，故意站在门口吃完。想到黄毛是冲着那女尸来的，我还特地把女尸脸上盖着的黑布拉开，再打开屋内的灯让她看得清楚。果不其然，我刚掀开女尸脸上的那块黑布，就见不远处的草里出现了几点小绿光。我数了一下，总共有10多双，看来是全家一起出动了。这回我正好可以一锅端。随即我故意关上门，然后躲在门后观察起了外面的情况。不一会，黄毛就出现在了院子周围。今晚他没有穿衣服，下面套了一条红裤衩。他先是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，这才鬼鬼祟祟地朝屋门走来。然而正当我以为他要上套的时候，黄毛却突然停了下来，随即只见他挥了挥爪子，他身后的小黄皮子立刻就窜了出来，充当马前卒。小黄皮子过来后，眼珠子滴溜溜地盯着那些肌肉，观察了一下四周，便轻盈地跳到窗户上，其中几只一过去就踩进了我设置的陷阱里，惊慌的原地打转。见状，我正准备上去收拾他们，却看到那黄毛对着门缝抬起了屁股，下一秒一股墨绿色的雾气就顺着门缝涌了进来。见状，我急忙向后退去，不过还是不小心吸了一些，一时间变得有些头晕目眩。嗨！门外的黄毛发出2声尖笑，推开一条门缝，人模人样的走了进来。妖媚之气乱人心智，此刻我眼中的幻觉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，让我即将陷入狂乱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小腹处一阵温热的气流传遍4肢百骸，令我眼前的幻觉一下就消失不见，头脑也变得无比清晰。这是盗气，我心里暗喜，但没有表现出来，继续装作被迷惑的样子，满屋子挥舞着拳头乱打乱抓。小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。黄毛得意一笑，并没有先去救那些小黄皮子，而是迫不及待地跳上那女人的床铺，像是在欣赏一件绝世珍宝。然后他又学着人一样盘膝坐在那女人旁边，迫不及待地吞吐起来。随着他的一呼一吸，那女人小腹也跟着上下起伏，一时间尸香铺满了整个房间。看到这一幕的我心里暗惊，看来这尸香真的是丹香，一颗尸丹对于妖魔鬼怪来说那可是无价之宝，这玩意留在我身边迟早也会害了我的命。心里想着，我悄悄摸了过去，找准机会冲上去，一把就捏住了他的脖子。这回我看你往哪跑！黄毛一下惊醒，随即便开始剧烈的挣扎起来。然而很快他那挣扎的眼神就变成了惊恐，一双眼睛瞪得滚圆。我以为他是觉得落到我手里跑不掉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，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看的不是我，而是女尸头部的方向。我侧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刚才扑得太猛，半个身子都压在女尸身上，盖她的黑布也被揉成一团，露出了那张无比精致的俏脸。然而此刻她的眼睛里却是一片血红，看着特别吓人。见状，我急忙腾出一只手拉过黑布盖回她脸上。黄毛此刻全身发抖，忘了挣扎，见我盖上女尸的脸，他才磕磕巴巴的开口：“小子，你老实交代，这女人你是从哪弄来的？关你屁事！”我一手拎着她朝我准备好的棒槌走去。黄毛见我这是要一锤子敲死她，顿时急了：“小子，你听我说，你放了我，我还能救你一命，不然这女人你惹不起，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”见他还唬我直接将他脑袋按在桌子上嘚瑟道：“她是我媳妇，还能咬死我不成？”黄毛不屑地嗤笑一声道：“无知者无畏，你以为你喊一声媳妇，她就真成你媳妇了？再过7天，你小子就得凉凉了。7天？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举起的棒槌停在了空中。黄毛看到了希望，便急道：“7天之后他的内丹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黄毛的眼神再次变得惊惧，死死地盯着我身后，后面的话都吓得说不出来。小样都这时候了，还想着耍花招，我可不惯着他，一棒槌就朝他脑门敲了下去。黄毛眼皮一翻，4肢一蹬，顿时就没了气息。随后我便提着棒槌准备把剩余的那些小黄皮子一起弄死。然而就在我起身回头的瞬间，我的双腿顿时像灌了铅一样，棒槌都吓得掉在了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只见床上的女尸竟不知何时自己坐了起来，我深吸了好几口气，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就这样对峙了好几分钟，见她不再动，我才小心的走过去，嘴里嘀咕道：“老婆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，我正在帮你收拾黄皮子呢，要不是我拦着，她这回应该都提起裤子走人了。咱们可是拜过天地的，你要是咬死我，那你可就真成寡妇了。”没想到我这话刚一说完，那女尸就自己倒了下去，躺回了床上。见状，我长舒了口气，原来僵尸也怕变成寡妇啊。然而我一口气还没呼顺畅，那躺在地上翻白眼的黄毛竟一咕噜就爬了起来，几个来回就窜到门口。你敢耍我！我抄起棒槌，气急败坏的追了上去。黄毛一口气跑到大门口，回头看着我道：“小崽子，有你哭的那天。”
威胁了一句后，黄毛转身就消失在了草丛之中。我有些气不过，这畜生不愧是成了精，不过还好他这些徒子徒孙还在我手里。随即我找了个笼子，把那些小黄鼠狼都扔了进去。做完这些，我对着寂静的森林里喊了一声：“你今晚不来说个清楚，明天一早我就拿你这些徒子徒孙当下酒菜了。”我料定黄毛现在还没跑太远，我的话他肯定能听到。一番折腾，已经到了午夜。我回到屋里，看着床上的女尸，目光最后落到了她刚才有过起伏的小腹上。想起我妈那担忧的眼神，我知道这是不能再拖了。可让我一把火把她烧了，我是真的不敢。想了半天，我也没想出个好办法。于是我心一横，那就等到7天后再看看是怎么个事。我一直等到凌晨，那黄毛都没有出现，看来是不打算管他的徒子徒孙了。我实在困不住，靠在女人的床边就睡着了。待到第二天醒来，我翻出一把生锈的柴刀，来到院子里磨了起来。听着我霍霍的磨刀声，那一窝小黄皮子蜷缩在笼子里瑟瑟发抖。我一边磨刀一边嘀咕道：“你们也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那黄毛，是他放着你们不管。”磨了一会，我用手试了试刀锋，心里也有些着急。那黄毛怎么还不来？难不成真的不管他的徒子徒孙了？不弄死他这些小黄皮子，我也不敢动，否则就是把仇结死了。磨了1个多小时，我有些失去耐心了，恶狠狠地盯着笼子里的小黄皮子，终于是起了杀心。就在我把一只小黄皮子勾出来摁在木墩上的时候，门口终于传来黄毛讨好的声音：“狼哥您别激动，老弟这不是来了吗？”我转头看去，就见黄毛手捧着一个玉盒走了进来，打开后里面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把砍刀架在小黄皮子脖子上，有意无意地比划了一下。见状，黄毛花裤衩下的小短腿顿时就哆嗦了一下。狼哥，我这可是好东西，是从山中大墓里扒出来的。我看他还是不上当，刀子又在小黄皮子脖子上来回拉了一下。黄毛被吓得小腿一闪，扑通就跪了下来。狼哥，这是咱们就接过了行不？我黄毛发誓，要是以后再上这里找你麻烦，就让我这辈子都成不了人。黄毛终于是抓住了重点，成不了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成不了仙。成仙这玩意我是不信的，但黄皮子他可信这一套。他用这事来发誓，也勉强能让我安心。我也不想闹到不可开交。要是方圆百里就黄毛一个狠角色，他又不来打女尸的主意，这事也算是有了个圆满。随即我便把柴刀放下。黄毛见状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才开口道：“狼哥有个事我得给你提个醒，这方圆百里内来了个狠角色。”闻言我就是一愣，你前2天不是牛哄哄的说这方圆百里都是你说了算吗？还能有比你更狠的角色吗？黄毛搓了搓手，有些尴尬的说道：“前几天是我说的算，但是这几天就不是了，主要是我家那婆娘不在，要是她在家，这方圆百里谁敢进来？不过狼哥这次来的是山里的东西，你可千万得小心了。”黄毛说着，小眼珠子就有意无意的瞥向那铁笼子，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，难怪第2次来的时候看女尸的眼神幽怨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，这是老婆快要回来，他不敢瞎搞了。想到这，我不由得暗暗心惊，还好我刚刚没有一时冲动，不然就是杀了公的来个母的。而且听他的意思，他那老婆的道行似乎比他高不少。不过畜生本事再大，有些人能做到的事他们却做不到，就比如说打开眼前这个笼子。看在他老婆的面子上，我也不为难他，于是我就拧开铁丝放了里面的小黄皮子，随即看向他问道：“能跟我说说山里来的那个是什么玩意不？”可笼子刚一打开，那黄毛的态度就变了，只见他站立而起，拱着爪子开口道：“狼哥，咱们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”随即他转身就带着那些小黄皮子走了。我眉头微皱，有些不悦，不过还是喊住他道：“把镯子拿回去，以后你若是想要汲取尸香，随时都可以来。”黄毛小眼睛滴溜一转，看着我说道：“狼哥，山里来的是什么玩意我真不知道，那你以后都不用来了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”他一听顿时就急了：“狼哥你别这样啊，要不你重新提个条件。”我一想黄毛老婆可能真是方圆百里的草头王，消息比较灵通，于是便退而求其次：“我也不为难你，最近几天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第一时间知会我一声如何？”这要求对他来说简单，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黄毛走后，我心里就沉甸甸的，想着那山里的东西进了百里内，有可能今晚就会找来，必须得做一些准备了。随即我回了一趟家，将爷爷留下的装备全都拿了过来。回到老宅后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我将一大桶柴灰均匀地撒在屋内。这世上有些东西肉眼看不见，但用草木灰或是香灰可以让这些东西的脚印显化出来。随即我又把柳枝边的鞭子缠在腰间，再将桃木剑和金钱剑挎在背上，全副武装后，我这才稍稍安心了一些。而就在这时，那尸香又散了出来，我忍不住对着女尸骂道：“就你是多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香喷喷一样，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”可我话音刚落，便听窗户处传来阵阵响动，我警惕地回头，便见黄毛穿着一条花裤衩，贼头贼脑地探头进来。“狼哥你别激动，我就是来吸两口的。”看到是他，我才长舒了一口气。我寻思着尸香散了也就散了，那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让他进屋里来吸。可黄毛却趴在窗户上，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。“狼哥我爬窗口吸就行了，就不进来给你添麻烦了。”闻言我眉头一挑，这畜生是打算只吃饭不干活，但我若是直接把话挑明了说，估计他会扭头就跑。寻思了一下，我这才开口道：“老黄，你想娶小妾，这是你媳妇知道不？”黄毛闻言顿时就慌了，人立而起道：“狼哥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家那位这2天就回来了，果然是个吃软饭的。”我嘿嘿一笑道：“要我不说出去也可以，今晚你得帮我个忙，不然我一定说出去。”黄毛看我都这么说了，也只好点头答应。不过他让女尸6天后还他一个人情，我寻思着这女尸到底是什么来头，能让狡猾的黄毛都惦记他一个人情。不过我也是充满期待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该说不说，身边有个喘气的，在我胆儿也大了不少。黄毛也老实，自己找了个角落，人模人样的盘膝打坐，开始吞噬尸香。我有不少事想问他，可喊了2声都没见他回应，只好作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铁桶里的柴火噗噗跳了2下，原本赤黄色的火苗一下变成了绿色。黄毛猛地睁开眼睛，踮起脚尖就准备跑路，可还没跑出2步就被我追上一把提了回来。“你个孙子不厚道啊！”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，随即领着他迅速退回床边，因为这股阴寒之气是从外面扑进来的。
黄毛用爪子揉着脑袋，眼神惊慌的狡辩道：“狼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刚刚是打算帮你去摇人的。”可他话还没说完，只听打吱一声，那破朽的木门居然自己开了。我和黄毛被吓得一激灵，齐齐朝着门外看去，却见院子周围不知何时已经被一层漆黑粘稠的雾气所笼罩。黄毛见状，一个转身就躲到我身后，从我屁股底下探出个脑袋，结结巴巴的开口道：“狼哥，这什么情况？”我没有回应，而是不动声色地摸向腰间那把桃木剑，眼睛死死盯着门外，只要有东西敢从那里进来，我直接就把这桃木剑甩出去，扎他个透心凉。然而足足过去了2分半钟，也没见门外有啥动静。黄毛也发觉似乎没啥危险，于是大摇大摆地从我胯下钻出，跳上了我肩膀，有些不屑地开口道：“切，我还以为要来个什么大家伙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可能就是午夜的阴气比较重，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黑雾。山里就这样习惯就好。”随即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咧嘴一笑：“放心，有我黄爷罩着你，谁来我收拾谁。”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径直朝着大门走去。此时外面的雾气正不断地涌入老宅，要是不把门关上的话，今晚估计得冷死。可就当我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刹那，一张狰狞的鬼脸突然从我面前的浓雾中探了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，那怪物便已张开血盆大口，猛地朝我脖梗咬来。我勒个豆！此时的我已顾不得多想，反手就是一个肘击砸向那张丑陋的鬼脸，顿时将他砸得向后退去。这时我才看清楚那鬼东西的模样，那是一个身穿黑色寿衣的诡异男人，他的脸部就像是被火烧过了一样，扭曲的仿佛恶魔降临人间。他刚一出现，那铁桶里的火苗就被压得只剩够大一点。黄毛被吓得吱的叫了一声，一个转身就躲到了我身后，指着那个男人颤声开口道：“狼哥，这可是厉鬼啊！”我神色凝重地解下腰间的柳树鞭，在手里啪啪扯了2下，开口道：“朋友，识相任你吸，咱们以门为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？”呵呵，男人诡异地笑了起来，随即便从身后抽出一把血红色的匕首扔进屋内，阴恻恻地开口道：“井水不犯河水可以，你把他体内的尸丹剖出来给我就行。”一听他这么说，我就知道这场大战在所难免了。随即我大吼一声动手，话音刚落，我低头就将黄毛给提起来，然后反手朝着男人砸去。见我突然出手，男人那原本就丑陋无比的脸顿时就裂开了，只见他手中立马包裹上一层漆黑粘稠的阴气，抬手就将那黄毛抽得倒飞出去。黄毛被抽得发出一声惨叫，掉在地上滚了几圈后，双腿一蹬就没气了。与此同时，那男人已经冲了进来，伸出他那锋利的指甲就朝我这张帅脸抓来。见状，我急忙后退，与此同时手里的柳鞭猛地抽出，那男人也不必让抬手一挡，就将柳鞭抓在手里，然后用力一拉就将我拽到他跟前。见柳鞭对他造不成伤害，我急忙抽出腰间的金钱剑，奋力砍在他胳膊上。不料他那胳膊坚如铜铁，金钱剑一砍上去，上面的红线立马就崩断了，铜钱也洒了一地。不过他胳膊上也嗤的一声冒出阵阵黑烟，嘴里发出一声痛叫，往后退了2步。趁着他后退，我急忙斜跨2步捞起地上的黄毛。孙子，你再装死，我就把你扔到他手里。我这一吓唬，黄毛的白眼顿时就往下一翻，恢复了正常。他扒拉着我的裤子跳到我肩膀上，急切道：“狼哥，这是山里来的厉鬼，赶紧把你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，这些枯枝败叶没用。”闻言，我只能掏出爷爷留下的那7张黄符，正思考着怎么把符纸贴在他头上时，下一秒那男人已经冲至近前，一掌就拍在我胸口上。此刻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辆卡车撞了一样，直接就倒飞了出去，不给我喘息的机会。那男人紧跟其后扑上来，张嘴就咬我的脖子。这他喵的不是厉鬼吗？怎么还学着僵尸咬脖子？不过就在他扑上来的瞬间，我恰好找到了机会，后退一步，抬手就将一张黄符精准地拍在了他脑门上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黄符在男人脑门处炸开，将他震飞了出去。眼看黄符有用，我提着桃木剑就准备给他来一波物理输出，可我剑刚举起来，这才发现桃木剑已经被烧得只剩下半截了。这时就听黄毛在我耳边大喊大叫的催促道：“狼哥，你别省了，赶紧把手里的符纸全打出去！”然而就这眨眼的功夫，那男人一阵风就到了我面前，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拇指指甲朝着我的大动脉就要划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黄毛猛地抬起屁股，对着他喷出了一阵黄烟。男人一下就被那股妖气迷惑住，掐着我脖子的手也松开来，我趁机逃了出来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此时的我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，这厉鬼怎么又是咬人又是割脖子的，完全没点鬼样。难道山里的东西都这般有个性？黄毛的道行还是弱了些，也就2秒半的功夫，那男人立马就清醒了过来，随即他嘴巴一张，一条猩红的舌头就朝我席卷而来。刹那间，我只觉脖子上一凉，被缠了个正着。站在我肩膀上的黄毛也没能幸免，这男人有些记仇，阴冷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到黄毛身上，随即他一把掐住黄毛的脖子，黄毛顿时口中喷出鲜血，眼看自己即将祭天，他急忙把屁股撅了起来。我以为他又要放屁，赶紧就把头偏开，结果他一双爪子在屁股上一阵扣，竟硬生生扣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白球。见状我震惊不已，他那巴掌大的花裤衩居然还有一个屁股。拿到东西的黄毛丝毫不犹豫，直接反手朝着男人就砸了过去。下一秒，只见一道金光爆出，整个屋内都被一个大大的万字占据。那男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像破麻袋一样倒飞了出去，砸在门口地上一动不动。脖子上摸了舌头束缚的我一下软倒在地上，黄毛有些后怕的喘了粗气，爬过去把掉在地上的白色石头捡起来撕回屁斗。我就知道这孙子还有底牌，不然他那么怕死怎么会为了一个人情就留下来？毕竟人情也得有命去收。只是他掏出来的那玩意威力也忒大，但此时我还没工夫询问他，因为那男人被砸飞后并没有消散，而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冲上去掏出一张黄符就拍在他脑门上，想给他补点伤害，可这回的符纸却不见有半点变化。我奇怪的用手一摸，顿时脸色大变，这男人竟然是一具尸体而不是鬼魂。我疑惑的看向黄毛，问他厉鬼不应该只是灵体而已吗？闻言黄毛也一脸狐疑的爬过来，用爪子戳了戳男人的屁股，随即他的脸色也是骤然一变。看着黄毛眼中闪过的一丝惊恐，我顿时就想到了什么，这玩意很可能是具灵尸，所以符纸镇不住。通俗点讲就是一具拥有灵魂的僵尸。灵体出现的
时候是鬼，灵体蛰伏的时候是姜。如果灵体和成姜的尸体合二为一，那就是一种本不该存在于世的东西。据说这是一种可以永生的邪术，将死未死的人趁着还有一口气，就用邪法把身体炼成姜体，这样就可以让灵魂寄居永世不灭。类似的情况我也只是听爷爷提过，没想到今天竟在这里碰到。可眼前的男人身上的灵气却已消散，已然变成了一具普通的僵尸。见状我有些惊疑不定，心说为啥他的灵气突然间就消散了。我转头看向黄毛，问他刚刚砸出去的白球是什么玩意。黄毛也认出了灵师，但他却没有我的本事，所以看不出男人现在的情况。他有些结结巴巴地开口道：是佛骨舍利，我之前在山里挖洞时进过一座古墓，墓主是一个佛家信徒，我在随葬品里找到的。闻言我点了点头，难怪舍利乃是佛门圣物，极其稀有。那男人估计没想到黄毛手里竟有如此高位格的法器，所以猝不及防之下被灭了灵体。我趁着那男人还没有蹦跶过来，冲上去掏出柳鞭就是一顿输出，桃柳打滚这是常识，但实际上最怕柳枝的东西就是这山中老姜。诗之所以成姜，就是因为多了一口气，而柳树刚好有净化气息的作用。我手里的柳鞭一抽在男人身上，顿时就嗤作响，湿气一下就散了不少。黄毛见状震惊问道：狼哥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个灵师怎么突然变得那么菜鸡了？因为他的灵体已经被你的佛骨舍利一炮打散了，现在只剩下了一具躯壳。黄毛听完后朝我大喝一声：等一下！我被他吓了一跳，以为又有什么危险，急忙停了下来，随即就见黄毛穿着花裤衩六亲不认的跳到我前面，你先闪开，让我来，刚才这货差点把你黄爷打出屎来，这个场子黄爷我要亲自找回来。我撇了撇嘴推到一边准备看他表演，只见黄毛又将手伸进裤子里，将佛骨舍利掏了出来，像弹玻璃珠一样嗖地弹了出去。下一秒便见灵师身上冒出一阵黑色的火光，尸体被烧得噼啪作响，不到2分半钟就被烧成了灰烬。黄毛一脸嘚瑟，穿着花裤衩六亲不认的走了进来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他立刻就捂住了屁股，像防贼一样看着我。我本来想看看那佛骨舍利长啥样，毕竟这玩意自己没见过，但见他这模样，我也不想让他小瞧。哼了一声后便走出院子，瞧了一眼那具僵尸，确定被烧的渣都不剩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回到屋里，黄毛已经盘膝坐在角落里，争分夺秒地吸收尸香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尸香才渐渐淡去。他睁开眼起身就凑到我面前问道：狼哥，你之前是怎么看出来那具灵尸的灵体是被我的舍利子给打散的？你是不是会忘气数？我嗯了一声就翻过身继续睡了起来。闻言黄毛眼睛就亮了，盯着我说道：那你帮我看看我最近会不会有好运？其实这旺气数就是风水和命理的根本，爷爷曾说过，有了旺气的本事，算命就不需要占卜打卦。不过这个本事我还从来没用过，如今黄毛提起来，我倒也想试试。于是我睁开灵眼朝他头上看去，就见此刻黄毛的头顶漂浮着一团淡红色的雾气。见状我有些惊讶地开口道：最近2天你有血光之灾啊？闻言黄毛翻了个白眼：你小子肯定是胡搞，你黄爷我吃的香睡得好，哪来的血光之灾？他嘴上说着朝门口走去，嘴里还嘀咕道：就算有血光之灾，肯定也是因为跟着你的缘故，我得离你远一些。说完黄毛便窜进了小树林，消失不见。可没曾想第2天晚上我在给女士测心跳的时候，屋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急忙转头看去，只见黄毛穿着花裤衩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我定睛打量着他，只见他不仅腿和胳膊瘸了，就连胸口的白毛也少了一撮，看来他的血光之灾应验了。我看着进门的黄毛忍不住笑出声：哟哟哟，这不是黄爷吗？这才一晚上不见你这是咋了？黄毛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口扯了2句：昨晚天黑不小心从田埂上摔下去。闻言我顿时就乐了，我从他伤口上就判断出这货指定是被人打了，看来不管什么物种家里都会有个母老虎。看着我幸灾乐祸的样子，黄毛顿时火冒三丈地窜了起来：你小子也别搁这嘚瑟，再过5天我看你能比我好多少。说起这事我表情就变得严肃了起来，随即便拉了个凳子坐在他边上问：黄爷你跟我说说，5天后他是会醒过来还是咋样？黄毛张了张嘴正想说点什么，可他又十分忌惮地看了眼床上的女尸，摇了摇头苦笑道：那10万大山里隐藏着很多秘密，有些东西说出来能吓死人。前天我不是正准备跟你说吗？可你也瞧见了，那女尸突然就坐了起来，人家这是在警告我别让我多嘴。那既然她不让，我也不敢胡说呀。闻言我愣了一下，要真是这样，那就是说这女尸能听到外面的声音。想到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些天我可没少给她测心跳。看着黄毛的惨样，我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要提前跑路。他斜靠在椅子上，看着我地上铺着的草木灰，哼唧了2声，开口道：小子，你现在整的这些玩意防得了山里的东西，可防不了人。我听他这是话里有话，连忙将一只刚烤熟的鸡腿递给了黄毛：黄爷咱们聊聊呗。他啃了一口鸡腿后也是打开了话匣子，说了他这些年的不少见闻。原来道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里面不仅有茅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门派。黄毛还说其实每年都有牛鼻子道士进那10万大山，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，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只看到有人进去，却从没有看到有人能出来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进去的人都死在了山里。我听得有些唏嘘，黄毛说我防不住人，指的也就是这一类人了。此时我刚放松的心情顿时又紧张了起来。黄毛这时抽了抽鼻子，用没受伤的爪子推了我一把：就一个鸡腿够谁吃的？去，把那整只鸡都拿过来。我见黄毛是真的知道不少事，赶紧把鸡肉全端了上来。待黄毛吃了个肚皮滚圆后，又给我出了个馊主意，他让我趁着这几天把那女人给拿下，到时候1日夫700日恩，也好说话一些，不是吗？闻言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，倒不是我清高，主要是我现在还不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小黄皮子突然钻了进来，跑到黄毛面前叽叽咕咕了一会后转身就跑。那小黄皮子刚一离开黄毛的眼神顿时就变得有些凝重：小子，你怕是得给你媳妇挪个地方。刚才我崽子过来报信，说山里来了2个牛鼻子老道。闻言我有些不解地问：这些道士不应该都是正派吗？遇到这种事他们不是应该出手帮我吗？黄毛看了眼床上的女尸说道：你可千万别有职业滤镜，好人坏人看的是人而不是职业，有些牛鼻子坏起来那可比普通人还要可怕。
现在看来确实是该给女尸挪个地方了。只是这荒山野岭让我搬哪去？黄毛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说离这里不远有个山洞，要不你暂时去里面避一避，那里空间封闭也好遮盖单香。闻言，我当即就背着女尸来到了黄毛所说的那个山洞。山洞不深，也就10来米。我找了个平坦的地方，铺一块干净的床单后，这才把女尸放在上面。黄毛也将那佛骨舍利埋在洞口，用来遮挡尸香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其实我还是不信，仅仅一个人情就能让黄毛如此大献殷勤，这货绝对是另有所图。可此时的我也没时间多想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那2个牛鼻子老道的事情搞定。就在这时，只听黄毛说道：“小子，以那牛鼻子的本事，他们肯定能找到之前那老宅。要不你先下去探探风。”闻言，我心中暗自警惕了起来，但表面却依旧平静地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不去吗？”此刻我的手开始不动声色地摸向了腰间那把金钱剑。先不说他有没有歹意，就光是他那从未露面的老婆就让我很不放心。只有黄毛待在我身边，我才能放心离开女尸。如果他说他不跟我一起去，我立刻就会冲上去一刀砍了他。黄毛没看出我的心思，而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瘸腿，苦笑道：“你看我这副模样去了，不也是给你添乱吗？没事，我可以背你，我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。”黄毛闻言迟疑了一下，无奈道：“那行吧，谁让黄爷我说过要罩你的。”随即他单腿就跳上了我的肩膀，我带着他一路摸回老宅附近，然后找了个土坡趴在上面。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，就见一老一少2个牛鼻子道士朝着老宅方向走来。刚一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院子里撒的草木灰。老头蹲下来抓了一撮，在鼻子前嗅了嗅，有尸香的味道，看来是被人抢先了。老头身旁的年轻人有些不屑地开口道：“不过是一些乡野手段罢了，上不得台面，估计他们也藏不了太久。”老者没有反驳，而是赞同地点了点头。随即他又绕着屋里屋外走了2圈，这才开口道：“人还没走多久，待到夜深的时候，尸香就会再次逸散，到时候我们循着香味就能找到人。”老者说着就拿出一个类似罗盘的东西递给了年轻人，让他拿着巡视盘守在这里，而他自己则朝着山下的村庄走去，似要去打探一些情报。此时我一眼就盯上了年轻道士手中的巡视盘，我朝黄毛低声问道：“你能用幻术控制他不？”闻言，黄毛拍了拍胸脯，毫不犹豫地开口道：“老的那个不好说，但这小的我肯定是没问题，最好是能靠近他5步之内，那样效果最好。”他说完后才反应过来，猛地转身看向我：“你小子想干什么？我劝你可别乱惹事，得罪了这些大门派，咱们指定没好果子吃。”闻言，我指着那小道士手中的巡视盘开口道：“若是不抢了那东西，万一让他找到我们，到时候咱们就更没好果子吃了。再说了，等过几天我老婆醒了，你觉得这些牛鼻子能奈何得了他吗？”我本来只是想给黄毛画个大饼，结果他听完当即就兴奋了，朝着年轻道士的方向舞了舞爪子。那咱就干他！随即我带着黄毛悄咪咪地摸向老宅方向。当距离那个小道士不足10米远的时候，我大吼一声：“黄爷，就是现在！”话音刚落，黄毛就从我肩膀处弹射而起，足足朝前飞出了7、8米远。当那小道士听到响声，猛地转头朝我方向看时，黄毛已飞至他面前，距离他不到2米了。只见他在半空中一个神龙摆尾，朝着那小道士的脸上就轰出一屁，一股妖气瞬间喷上了小道士的脸。他跟我之前中招的反应那是一模一样，双眼被辣得睁不开半点，口中也不断地发出干呕声。不过好歹人家是名门正派，反应过来后立马就准备咬破舌尖。相传这道家弟子能把道气逼到舌尖，一口舌尖血杀伤力那是相当恐怖。见状我连忙冲了上去，一把捏住了他的下巴，强行打断了他的施法。而此时黄毛的妖术也迷惑住了他的魂魄。小道士挣扎了一会后，眼神就变得呆滞。见状我抄起一根木棍，直接给他来了一个黄金爆头。那小道士闷哼一声，便直挺挺倒了下去。随即我迅速抢过小道士手里的巡视盘，就连他腰间的挎包我都没放过，抢完转身就跑。出了老宅后，我一刻都不敢停留，朝着山洞跑去。途中我还拖了一些干树枝，回到山洞后把洞口做了简单的遮掩。做完这些，我才靠在岩壁上大口喘着粗气。黄毛则是迫不及待地将我抢来的挎包打开，随即从里面掏出一块玉牌。当他看清玉牌上写着的崂山派4个字时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狼哥，咱们这次可是捅了马蜂窝了。此时我也有些惊讶，想不到崂山这么大的门派也会涉足这穷山僻壤。不过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，因为就算我不抢他们东西，他们也会找上门来。等我把抢来的东西收拾好后，洞内就飘出了淡淡的丹香。见状我是一阵头大，又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放在一旁的巡视盘也发出一阵淡红色的光芒。只见盘内的指针开始不断转动，最后指向那女人的位置。见这东西如此灵敏，我也是暗自庆幸先下手了。可是很快我眉头又皱了起来，这玩意可是巡视盘，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用来定位僵尸的法器。我爬起来，拿着巡视盘朝着女尸的位置走去。我越是靠近她，那盘面低光就越亮。我虽然一直称之她为女尸，但打心眼里我还是希望她不是。我盯着手里发光的巡视盘，喃喃道：“你真的是僵尸吗？”一旁的黄毛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撇了撇嘴，开口道：“行了行了，今晚一过就只剩4天了，你急个啥？到时候他醒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”我心想也是，黄毛这货是个无利不早起的主，相信他不会蠢到跟一具僵尸要人情。再说了，真要是僵尸的话，他身体能这么软乎吗？一想到软，我的眼睛就不受控制地落在了他的心口上。不过很快我就把帮他测心跳的想法摁下去了。今晚能不能躲过那老道还是个未知数，不应该沉迷于这种小事。随即我将小道士包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，将用得上的法器全收进了背包里。至于那块刻着崂山的木牌，我直接拿到山洞深处挖个坑埋了。弄完这些后，我又有些不放心地来到洞口前检查了一番，看到那颗佛骨舍利将所有的丹香都拦在了洞内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折腾了一天，此时我也有些疲惫了，于是坐在女尸旁边回想着下卷书里的内容，学着黄毛的样子开始吐息。然而尝试了很多次，体内都没有变化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睡觉的时候，突然发觉刚刚吸入体内的
的丹香又和上次一样变成了一股暖流。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的身体不能动，只能任由它在体内乱窜。但现在我的身体能动，欣喜之下，我急忙憋了一口气，想把那股热流逼进丹田里。可就在这时，那股气突然间就失控了，并且还拼命的往下窜。我猛地夹紧双腿，可还是来不及阻止。只听一声尴尬的声音响起，体内顿时变得空荡荡，终究还是变成了一个屁。不过我也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就在我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轻飘飘的声音道：“蠢货！”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整个人弹射起步。是谁？我往四周扫视了一圈，却见黄毛依旧在角落里吞吐，两耳不听周围事。我回想起刚刚那道声音，略带冰冷却柔软甜意，是个女孩子。我目光不由得落到了女尸身上，这里就只有她一个母的，说话的只能是她了。但骂我蠢货是几个意思？是看不起我吗？此刻的我竟有些难过。她就是典型的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。我要是跟那小道士一样有个师傅引路，还用得着在这里瞎折腾？见她眼睛还睁着，我生气地摸出2个铜钱盖在她眼皮上，想想还是不解气，又捡了2片叶子揉碎，把她耳朵也堵上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我心里的气消了不少。跟我斗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谁当家做主？一番折腾后，天已是蒙蒙亮了，丹香也逐渐散去。与此同时，黄毛长吐一口气，睁开眼睛站了起来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仅仅过了1晚上的时间，他脑袋上的血痕居然已经结痂了，就连挂着的小胳膊也能动了，这让我震惊不已。黄毛伸了个懒腰后，便朝着我这边走来。狼哥，昨晚外边没发生什么情况吧？他话刚说到一半，就看见女尸的眼睛上盖着2个铜钱，耳朵还被树叶给堵住了。他震惊地看着我，颤声开口道：“我滴个火祖宗啊，这是你干的！”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你有意见吗？黄毛表情怪怪地看了一会，感慨道：“真是后生可畏啊！”可正当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瞬间就发觉有些不对劲，因为此时黄毛的头顶上竟盘旋着一股死气，他要死了。见状，我心头有些不安，因为这股死气昨天还没有，而是现在才出现的，恐怕是跟昨晚的事有关。我很想看一下自己头上有没有散发出死气，可奈何我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气息，却看不到自己的，这和医者不能自医是一个道理。但现在黄毛和我在一起，他头上有死气，我身上恐怕也有。随即我有些紧张的开口道：“那个老黄，你能不能先出洞外，离我远一些？”黄毛闻言有些不解，不过还是照我说的朝着洞外走去。可他刚一出山洞，距离我10米远，那头上的死气立马就散了。见状，我脸色大变，不好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我急忙爬起来收拾东西，黄毛也被我的样子给吓到了，忙跑回洞里问我出什么事了。慌归慌，但我脑子还是清醒的。现在我要是实话实说，黄毛肯定扭头就跑。稍微一想，我便故作紧张道：“黄爷，你现在是我爷，麻烦你离我远一点。”黄毛闻言表情困惑看着我，我装作很急推了他一把道：“你现在身上死气缭绕，今天之内必死。黄爷，看在我让你吸了几天丹香的份上，求求你离我远点，放我一马。”黄毛一听，全身的黄毛都炸开了，眼珠子瞪着滚圆。狼哥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我慌张的背起女尸甩开他道：“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？我琢磨着应该是昨晚得罪了崂山道士，他们再坏也不至于会杀人，这样一来只能是把怒气全撒在你这只黄鼠狼身上。”黄毛一听这话，便急忙跳过来，紧紧抱着我的裤腿。狼哥，昨晚我可是为了帮你，这时候你可不能不讲义气，义气有个屁用！你赶紧给我起开，别跟着我。狼哥，昨晚要不是我舍生忘死，你老婆现在早就落到那牛鼻子手里了。你做人可不带这样过河拆桥。黄毛都快哭了，我被他的话触动，随即掏心掏肺的说道：“黄爷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而是你看看我就这点本事，想帮也帮不上。要是你能再找个帮手来，我李二郎就是拼了这条命，肯定也得帮你。”黄毛一听要找帮手，就愣了一下，随即一拍大腿说道：“瞧我这都给你吓懵逼了，现在赶紧去我家，我老婆昨天就回来了，那牛鼻子就算找上门也不敢放肆。”我一看他上套了，这才暗自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装作为难的说道：“算上你老婆，应该勉强能斗得过那俩牛鼻子。”黄毛提到自己老婆，眼里除了忌惮，还有少许炫耀。见我质疑，便拍着胸脯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有我老婆在，你只要破了那些针对我们的手段，别说一个崂山的牛鼻子，就是10个牛鼻子都奈何不了他。”那行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。黄毛是真的被我吓到了，一路上腿都不瘸了。走了1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在一个墓葬群前停了下来。只见黄毛加了加嗓音，温柔地对着墓群喊了一声：“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”他话音刚落，一块倒塌的墓碑后面就突然冒出了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。黄毛一看到他，立马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双手抱着他的大腿，哭嚎道：“老婆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我不想死！”黄毛的老婆用一双灵动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，突然一脚把黄毛踹飞数米，指着他骂道：“你这个蠢货，怎么把人类带到家里来了？”黄毛被踹飞后一刻都不停留，连滚带爬的跑回他老婆身边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黄毛老婆听完，又将他踹飞数米远，又骂了几遍蠢货。见状，我不等黄毛老婆开口，主动上前拜了一拜。黄大仙息怒，小的是江口村的李二郎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出此下策。说着，我便将背上的女尸放在地下，随即开口道：“我也给不了什么许诺，不过听黄毛说我老婆来头不小，现在她正处于危险期，大仙要是能帮这个忙，我保证将来一定报这个恩情。”我把老婆2个字说的特别重，只有这样才会让他觉得我的话有分量。他老婆听完后脸上阴晴不定。黄毛这时又爬了回来，手里拿着一根金灿灿的烟枪，讨好的递给他老婆。接过烟枪，他立刻殷勤的帮忙点上。此时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于是便把女尸抱了起来，开口道：“大仙要是不愿帮这个忙，那我走便是。”随即我背上女尸就朝着大山深处走去。
走了2步，黄毛老婆突然将我叫住，她吐了一口烟气，看着我背上的女尸道：“刚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”我回过身凝视着她，开口道：“当然算数。”她点了点头，随即又转头看向黄毛，怒斥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狼哥进家门？”黄毛好一会才回过神，急忙招呼我进去。李二郎谢过大仙。黄毛老婆摆摆手，吐了一口烟道：“什么仙不仙的，狼哥你叫我黄仙儿就行。”说完，黄毛在前引路，我背起女尸就跟了过去。黄仙儿所谓的家是一座地下的古墓，墓里还摆放着床铺以及各种家具，可见生活习惯都变得和人差不多了。在偏室里，我见过的那几只小黄皮都在。黄仙儿对待这些小黄皮子的态度和黄毛明显不同，黄毛只疼爱其中一个，黄仙儿却是对所有的小黄皮子都很溺爱。我瞥了眼那眼神幽怨的黄毛，心里清楚这里面肯定有故事。在看他的时候，头上的那道血光都有些变绿了。黄仙儿把小黄皮子都集中在一起，然后挨个摸了摸头，让他们先回姥姥家住几天。闻言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还好当初自己没有攒了这几只小黄皮子，这一家子全都是狠人啊！见黄仙儿打发走小黄皮子，我便把从小道士身上抢来的东西放在地上。仙儿姐，你看这些东西能用上的您都拿着。黄仙儿抽了口老烟，低头看了看，这些本就是他们道家的法器，用来对付他们没啥用，倒是你的指尖血可以助我破开他们的道法。听完我立马将中指放进嘴里，就准备咬破。黄仙儿忙说现在还不急，牛鼻子寻到这里再快也是晚上的事，到时动手的时候再说吧。说完，黄仙儿便躺在一把太师椅上悠闲地抽着老烟。我背了女尸一路也是疲倦不堪，于是便找了个地方眯了一会。下午的时候他们两夫妻一同出去，过了2个小时，黄毛和黄仙儿才一起回来。黄毛进来就一脸兴奋：“狼哥你就放心好了，方圆几里都被我老婆设下了阵法，那牛鼻子进来了够他喝一壶。”我赶紧起身对黄仙儿表示感谢，他只是摆摆手让我不要见外，随即又躺回小号的太师椅上，一直等到傍晚时分。黄仙儿突然睁开眼睛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来得真快啊！”闻言我心头一惊，看样子是中午黄仙部下的阵法都被破了。他吐了一口老烟，转头看向我：“老弟，姐姐我可要借你的阳血一用了。”闻言我连忙咬破指尖，然后挤出一滴血水，随即按照黄仙儿的指示将血点在他的眉心处。这阳血一点，黄仙儿的眼神一下就变得凌厉。该死的牛鼻子，老娘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！说完他转身就往外面走。见状，我和黄毛连忙跟了上去。到了外边，就见到黄仙儿斜坐在一块墓碑上，他身边还立着4个花花绿绿的纸人。大概过了2分钟，前面的树林里传来一阵噼啪声，只见一老一少从林中一头扎了出来，2伙人也就这样直接碰上了面。见到我后，小道士眼睛立马变得无比狰狞，他愤怒地指着我吼道：“师傅，就是他把我打晕，还抢了我的东西！”比起小道士的愤怒，老道士沉稳谨慎了许多，目光第一时间落到黄仙儿身上，瞳孔微微一缩。小道士见自己师傅不说话，握着一把乌黑的短刀瞪着我，咬牙切齿的就要朝我走来。老道士一把拉住他，低声警告他别乱来，随即就见他朝着黄仙儿拱手说道：“老道崂山刘长轩，不知仙家如何称呼？”黄仙儿吐了一口老烟，不冷不热的问道：“你一个道士跑我地盘上干什么？”刘长轩瞟了我一眼，态度诚恳的道：“我找那位小朋友有点事，他今天是我的客人，你有事改天上他家里去，我这里不欢迎道士。”闻言，刘长轩笑了笑，语气也变得强硬了起来：“老道有几句话想单独跟这位小朋友说说。”他一口一个小朋友，让我有些不爽。不等黄仙儿开口，我就不耐烦的道：“有什么话你就直接在这里讲。”刘长轩笑眯眯的说道：“小友，你听老道一句劝，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，不如趁早交出来，免得日后惹下祸端。把握不住。”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脑海里浮现出女尸的样子，大是大了点，可好像也差不了多少，勉强能够把握住。黄毛蹲在我肩膀上，见我失神，在我耳边咳了一声。我回过神，不好意思的红着脸道：“不劳道长操心，我觉得自己还能把握得住。既然我的客人说不需要，那就不送了。”黄仙儿当即下了逐客令。闻言，那刘长轩脸色一沉，听黄仙的意思是要拦着老道要人了。说着，他从腰间抽出一根1米多的黑色长鞭。黄毛看到鞭子就紧张的提醒黄仙儿：“老婆，那是黑狗毛做的鞭子，你小心点。”黄仙儿也不说话，只是一口老烟吐向了身旁的4个纸人。下一秒，便见4个纸人瞬间眼泛绿光，僵硬的肢体变得灵活。随即，他们分开成4个方位，朝着老道冲去。刘长轩见状，便迎着纸人冲了过去，那鞭子直直抽在了最前面的纸人胸前。按理说这力道抽过去，那纸人必死，然而那纸人只是掷了一下，手继续朝老道的面门扫去。我正看得起劲，就突然感觉胸口一阵剧痛，感觉刘长轩那一鞭子就像是抽到了我的身上一般。我强忍着胸前剧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黄仙儿，原来是之前给他的那滴没心血的缘故，纸人受到的伤害都会转移到我的身上。此时刘长轩也发现了问题，这竟是传说中的阴阳星移术。黄仙儿咯咯一笑，随即媚眼如丝地看向我说道：“二郎弟弟，你放心，姐姐这术只会让你受些皮肉之苦，是不会伤到根本的。”听他这样一说，我只能暗暗祈祷刘长轩的鞭子别抽到纸人裆部。道家手段天克妖邪，黄仙儿用此手段也可以理解，何况只要能保女士度过这几天，我受点疼痛算不得什么。接下来我强忍着痛苦没再吭声。前方4个纸人被妖气操控，那动作灵活无比，刘长轩的闪电5连鞭起不到1点作用，双方仅是交战了短短几分钟，刘长轩便落了下风。在纸人围攻下，胸口的衣服被划得破烂不堪，还被一纸人扫中了下巴。花白的山羊胡被纸人的指甲齐齐斩断，断了胡子老道士是彻底怒了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你找死！”随即他手中迅速掐诀，与此同时，天空中4道闪电落下，纷纷劈在4个纸人身上。这次黄仙儿的阴阳星移术没有起作用，雷法的天罡之力直接将纸人劈得散架。我看刘长轩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忌惮，那4道闪电虽然比不上自然界的天威，但这效果也是相当炸裂了。纸人被毁，黄仙儿也动了真怒，只见他手持烟杆就朝着刘长轩刺了过去，而对方脚踏到家7星步，一个闪身就避过黄仙儿手中烟杆，反手就拍了一张符出去。不过黄仙儿眉心的血痕再次发光，那黄符没起任何作用，而我也没感觉到什么
么不是？看来符纸的力量转移到我这个正常人身上后就没啥用了。一旁的黄毛激动喊着：“老婆加油，干死他，干死他！”兴奋中，他的小眼睛也盯上了10米开外的小道士，转头叮嘱我道：“狼哥，盯着那小子，别让他跑了。就算他不说，我也暗中留意了。如今这个时代下的门派弟子遍布天下，如果我老婆的事被传出去后，估计用不了2天，这座大山就得被他们全部包围了。这种局面可不是我想看到的。”随即我悄悄朝那小道士靠近，但那小子也是十分警觉，发现我靠近后，他并没有后退，反而是怒气冲冲握着短刀迎了上来。没见过世面的土狗，以为学了几手乡野把戏，再合着2个黄皮子，就以为自己长明白了。黄毛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指着小道士怒道：“狼哥，咱弄死他！”好，我也跟着喊了一声，随即一把揪住了黄毛脖子，反手就朝着小道士砸去。黄毛顿时大喊：“我靠，怎么又是这招？”他鬼叫着，嘴里喷出一口妖气。小道士早有防备，手腕一翻就打出一道黄符，符纸点燃瞬间将黄毛的妖气烧尽，随后手中短刀直接扎在了黄毛肚皮上。我心猛地一紧，这黄毛要是被戳个肠穿肚破，他老婆不得当场就跟我翻脸了。但好在黄毛妖法的本事虽然不大，可一身皮毛却不惧刀枪棍棒。他趁机扑到小道士脸上，一阵乱蹬乱挠。小道士原本还算周正的脸顿时被抓得血痕累累，他疼得惨叫，扔了手里的短刀，用双手去掐黄毛。就在这时，我像猎豹一样扑了上去，奋力一拳朝他小腹处打去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小道士拉着黄毛的双手突然就垂了下去，整个人静止不动，表情万分痛苦。黄毛趁机挣脱，跳到我肩膀上爆了一句粗口：“我勒个洞！你小子是真狠啊！”直接把他丹田打爆了。我也没想过会是这个结果，在出手之前，我只是用灵眼看出了他腹部有一团金光，击打他腹部只是为了打乱他的气息运转，没曾想阴差阳错间竟废了他的丹田。这时只见小道士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他嘴里发出一声惨叫，疼得他表情都定格。一旁的黄毛兴奋的手舞足蹈，冲上去就给了小道士一个大逼斗：“我让你嘚瑟，还一口一个黄皮子，你再给黄爷叫一个试试！”此时那小道士是彻底废了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几米开外就传来砰的一声，就见老道士捂着胸口蹭蹭往后退。原来是小道士的惨叫声让老道分了神，结结实实的挨了黄仙儿一脚。没等老道缓过神来，就见黄仙儿手中烟杆已经点在了他的眉心处。老道士闷哼一声，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。此时我看着地上躺着的师徒2人，眼里阴晴不定。黄毛却捡起小道士掉在地上的短刀递给了我：“狼哥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直接做掉他们吧。”他的意思我懂，黄仙儿留他们一口气的意思我也懂，这是因我而起，这个死仇他们夫妻俩不会去沾，只能由我去动手。随即我从黄毛手中接过短刀，缓缓朝着那小道士走去。小道士丹田碎裂，刚才疼晕了过去，现在刚醒来，就见我提着刀朝他走来，眼中尽是惊恐。我举起短刀，可却迟迟未能下手，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杀人，心中还是有些犹豫不决。见状，黄仙儿在旁边劝说道：“崂山势力如此庞大，你今天不弄死他们，明天就会一堆人找上门。你现在同情他，到时他未必会同情你。”终于我长长的吐了口气，举起手中短刀就要给他们一个痛快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身后有一股恐怖的威压，正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而来。黄毛和黄仙儿也察觉到的危机，不约而同的转身向后看去，随即一人两兽就定格在了原地一样。黄仙儿面露惊恐，声音颤抖的说道：“来了，是大山里的东西来了。”下一秒，一团巨大的黑雾笼罩远山，并迅速朝着我们这边移动。那黑雾速度极快，跨越大山只是瞬息之间，眨眼的功夫就到了我们面前。雾气散开，里面显露出10几个人，他们全身包裹在黑色的布条里，只露出一双同样黑暗的眼睛，如同邪恶的木乃伊一样，给我的感觉似乎不是这个世界的生物。黄仙儿和黄毛更是被吓得直接扑通跪了下去，额头贴地不敢动弹。为首的高大黑影看向我，眼神冰冷的开口道：“小子，你把他藏哪了？”随着他话音落下，一股巨大的压迫感宛如大山一般落在我身上。我强撑着身子没有跪下，有些艰难的开口道：“你们也是冲着他体内的尸丹来的？”黄毛闻言急忙连滚带爬的跑到我身前，拽着我裤腿急道：“狼哥，你别犟了，山里的东西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，赶紧把女尸交出去，这是你没得选，没得选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，人在弱小的时候何来的选择？我捏紧拳头，最终只能妥协。黄毛陪我回墓穴的路上还在不停的安抚我：“你也别多想了，这世上就是这样，拳头大就是爹，而且他们是10万大山深处出来的东西，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成的。”我依旧是低着头没有说话。黄毛耸了耸肩膀，又说道：“我认识西山胡家的人，里面全都是水灵灵的狐妹子，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个，包你每天活得没羞没臊。”我依旧没说话。等回到墓室后，看着木床上躺着的女尸，我的心情更加复杂了。黄毛见状咳了一声：“我去门口等，你想说什么说2句，不过时间也别太长，我老婆还在外面呢。”刘长轩在黄仙儿面前10分钟都没撑住，可黄仙儿在那些怪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，这就是实力。随即我长吐一口气，把我妈给我的包简单收了一下，挂在女尸的肩上，抱起她就来到墓室门口。黄毛见我抱着女尸，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外面那10几个黑衣人见到我怀里的女尸，竟呼啦一声全都跪在地上高呼道：“恭迎山主！”跪拜之后，那行人自行起身，他们似乎不敢触碰女尸。为首的黑衣人问我道：“山主的棺材呢？”我现在心里很空，听见他这么问就随口说道：“用来埋我爷爷了。”黑衣人闻言勃然大怒，冲过来就想要掐住我的脖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女尸紧闭的眼睛猛然睁开了。